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宾州简本，美国历史最重要地标所在地。书的播放权。我们这个系列名称：国家之州，发现美国。出版：简本出版社。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这本书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综合指南，它涵盖了该州的历史、地理、气候、经济和文化等主题。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这种迷人状态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完美的资源。一、土地及其历史。宾夕法尼亚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它与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和特拉华州接壤。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一些最著名的历史地标的所在地，包括独立厅和自由钟。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最初居住美洲原住民，第一批欧洲定居者于1600年代抵达。宾夕法尼亚州是最初形成美国的13个殖民地之一。该州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州，人口超过1200万。该州的经济以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为基础。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几所主要大学的所在地，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二、第一批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批人是美洲原住民，他们分为三大类：易洛魁人、伦尼、勒纳佩人和萨斯克汉诺克人。易洛魁人居住在该州的东北部， Lenni Lenape 居住在东南部， Susquehannocks 居住在中部。还有许多其他较小的美洲原住民群体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美洲原住民是第一个使用宾夕法尼亚州的自然资源来建造家园和生存的人。宾夕法尼亚州的美洲原住民拥有丰富的文化，他们是熟练的农民和狩猎采集者，他们也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宾夕法尼亚州的美洲原住民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他们信仰许多神和女神。宾夕法尼亚州的美洲原住民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制作了美丽的艺术品和陶器。宾夕法尼亚州的美洲原住民是和平的人民，然而他们经常与1600年代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欧洲人发生冲突。欧洲人想夺取美洲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他们还想让美洲原住民皈依基督教。美洲原住民抵抗欧洲人，但最终被迫离开家园。三、荷兰人和瑞典人。荷兰人和瑞典人是第一批在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欧洲人。荷兰人定居在现在被称为宾夕法尼亚荷兰乡村的地区，位于泰特河东南部。瑞典人定居在该州西南部的特拉华河谷。四、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反抗英国统治的13个殖民地之一。该州由贵哥会教徒威尔·伊姆·佩恩 Will.I.am Penn 创立，他设想了一个殖民地，所有宗教的人都可以和平相处。宾夕法尼亚州是仅次于弗吉尼亚州的第二大殖民地。该州的人口是多样化的，德国人占最大的群体，其次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大量非裔美国人的家园，他们既被奴役又自由。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位于美国东海岸，与纽约州、新泽西州、马利州和特拉华州接壤。殖民地分为3个地区：东南部的费城地区、西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中部的萨斯奎哈纳河谷。费城是最大的城市和殖民地的首府。宾夕法尼亚州的气候温和，夏季温暖，冬季寒冷。该殖民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煤炭和铁矿石。农业是殖民地的主要职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专门种植小麦、玉米和牲畜。宾夕法尼亚州最初是荷兰殖民地新荷兰的一部分，但在1664年被英国控制。
威廉·佩恩于1681年被国王查理二世授予殖民地，作为欠他父亲的债务的偿还。佩恩于1682年建立了费城，次年他与该地区的原始居民勒纳佩印第安人签署了一项条约。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成为宗教宽容的避风港，宾夕法尼亚邀请贵哥会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其他信仰的成员在那里定居。这一政策导致与邻近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发生冲突，他们认为宾夕法尼亚州在根除宗教意义方面做得不够。殖民地繁荣昌盛，到10世纪初，它是大英帝国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殖民地之一。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反抗英国统治的13个殖民地之一。该州是战争的关键战场， Philadelphia 在冲突期间担任大陆会议的总部。战后，宾夕法尼亚州于1787年成为第2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该州的经济在19世纪继续增长， Pennsylvania 成为主要的工业中心。该州的人口也继续增长，到1900年达到1200多万。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第6大人口州，人口超过1200万。该州的生态是多元化的，包括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宾夕法尼亚州也是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的所在地，包括独立厅、自由钟和格底斯堡国家战场。5. 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是13个美洲殖民地为脱离大英帝国独立而战的时期。战争发生在1775年至1783年之间，它导致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美国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63年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的结束。在那场战争结束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美洲13个殖民地是那个帝国的一个小艺术，由英国议会管理。英国议会开始通过旨在增加美洲殖民地收入的法律。这些法律遭到了殖民者的抵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议会代表，就不能对他们征税。英国议会的回应是派军队到美国执行法律。这种情况在1775年达到了顶峰，当时殖民者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战争持续了8年，导致大英帝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6. 英联邦的成立。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授予贵哥会教徒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在德拉维尔河以西的一块土地的特许状。这片土地后来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州，是当时在英格兰受到迫害的朋友协会成员的避难所。宾夕法尼亚大学根据宗教宽容和公民自由的原则，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成为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的13个美国殖民地之一。宾夕法尼亚联邦是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50个州之一。它位于该国的东北部地区，与其他6个州接壤：新泽西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州首府是哈里斯堡，最大的城市是费城。宾夕法尼亚州通常被称为贵哥会州，以表彰威廉·佩恩在那里建立的宗教教派。该州也是阿米什社区的家园，这是一群传统主义基督徒，他们过住简单的生活，避开现代社会的许多装饰。偏西法尼亚州是一个人口多样化的大州，它是大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农田的所在地。该州以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和美国宪法的发源地而闻名。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州，也是乳制品、蘑菇和苹果的主要生产国。该州也是几家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好时、波音和康卡斯特。1812年战争。1812年战争也被称为第2次美国革命，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美国于1776年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独立，但英国继续干涉美国的航运和贸易。1812年，
美国向英国人宣战，陆上和海上都发生了战斗。美国海军赢得了许多重大胜利，包括伊利湖战役，该战役切断了英国通往西部边境的补给线。美国在新奥尔良战役中也取得了胜利，尽管战争在技术上已经结束。1814年签订了根特条约，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8. 内战。美国内战从1861年到1865年进行，宾夕法尼亚州是冲突期间的关键州。超过85000名宾夕法尼亚人在联邦军队服役，该州也是许多重要战场的所在地。内战的第一场重大战役于1863年在格底斯堡举行，正是在这里，联邦军扭转了战争的局势。这场为期3天的战斗是美国土地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斗，造成超过5万人的伤亡。1864年，另一场重要的战役在弗吉尼亚州的温彻斯特进行，这是邦联的关键胜利，我说明阻止了联邦在谢南多厄河谷的推进。战争最终于1865年结束，联邦军队获胜。宾夕法尼亚州在联邦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州将继续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9. 工业革命。宾夕法尼亚州是位于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一个州。该州东南部与特拉华州接壤，南部与马里兰州接壤，西南与西弗吉尼亚州接壤，西部与俄亥俄州接壤，西北部与伊利湖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壤，北部与纽约接壤，东部与新泽西州接壤。截至2019年，该州人口为1280万01989。州首府是哈里斯堡，最大的城市是费城。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于1681年3月4日，由英国国王查理2世授予的宪章成立。该宪章将现有的3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殖民地合并为一个殖民地。殖民地由国王送给贵哥会教徒威廉·佩恩，以偿还国王欠佩恩父亲的债务。宾夕法尼亚州是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13个殖民地之一。1776年7月4日，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投票通过了独立宣言，使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继特拉华州之后第2个这样做的殖民地。1783年9月3日，巴黎条约签署，正式结束战争，宾夕法尼亚独立。宾夕法尼亚州在19世纪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该州是许多重要发明家的故乡，包括发明电报的塞缪尔·莫尔斯和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该州在美国的3通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州的经济在20世纪开始多样化。今天，该州是许多财富500强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康卡斯特、信诺和卡夫亨氏。该州也是玉米、大豆和蘑菇的主要生产国。10. 大萧条。大萧条是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在1930年代对美国造成了沉重打击。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是大萧条爆发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该国在之前的几年里一直处于经济低迷状态。大萧条是一种全球现象，影响到世界各国。在美国，大萧条导致广泛的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许多美国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和继承人的家园。大萧条也导致了大萧条的兴起。大萧条是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在1930年代对美国造成了沉重打击。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是大萧条爆发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股市一直处于经济衰退状态。大萧条是一种全球现象，影响到世界各国。在美国，大萧条导致广泛的失业、贫困和无家可归。许多美国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和房屋。大萧条还导致了沙尘暴的兴起，这是美国大平原地区严重沙尘暴的时期。大萧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结束了1920年代的繁荣时代，迎来了一段艰难和绝望的时期。大萧条也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当选标志着联邦政府方向的重大转变。罗斯福的新政策使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大大扩展。大萧条也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1930年代的艰难时期导致了美国文学和艺术的新现实主义。11. 新政。新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至1936年间在美国颁布的一系列联邦计划、公共工程专案、金融改革和法规。它回应了大灾难，是新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第一次新政1933至1934侧重于银行和商业监管，包括创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和证券交易 C 省略 SEC。第二次新政1935至1938增加了对失业者和有幼儿家庭的救济计划。第三次新政1939至1941的重点是劳工、救济和恢复计划。为了应对大萧条，新政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建立，国家工业复苏法 NERA 的颁布，工程进度管理局 WPA 的建立，农业调整法 AAA 的颁布，联邦紧急救济管理局 FARA 的颁布，平民保护团 CCC 的颁布，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颁布，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VA 的成立。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宾夕法尼亚州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的主要目标。该州是几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工厂的所在地，这些基地和工厂生产了美国大部分的战争物资。虽然宾夕法尼亚州从未受到直接攻击，但该州积极参与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强大的存在。Philadelphia 海军造船厂是该国最大的造船厂之一，建造了许多用于战争的船只。附近的费城海军基地也是一个重要的设施，作为新兵的训练场。陆军在宾夕法尼亚州有几个基地，包括阿特伯里营、霍恩营和印第安敦堡峡。这些基地被用来训练士兵和关押战俘。宾夕法尼亚州的工厂对战争至关重要。该州是钢铁、煤炭和石油的主要生产国。这些资源被用来建造船只、坦克和飞机。宾夕法尼亚州的工厂还生产美国军方使用的许多小型武器和弹药。宾夕法尼亚州在战争中的作用对盟军的胜利至关重要。该州的资源和设施有助于扭转战争的潮流，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13. 战后时代。战后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人们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该州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继续增长，农村地区却在下降。在战后时代，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因医疗保健、教育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增长而改变。该州的主要城市，如匹兹堡、费城和哈里斯堡，成为这些行业的中心。在此期间，该州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们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继续增长，农村地区却在下降。战后时代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社会变革的时期。该州的大学变得更加多样化，女性开始更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宾夕法尼亚州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开始要求平等，民权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战后时代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转型时期，该州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
这个时代也是社会变革的时期，因为该州的大学变得多样化，女性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此期间，民权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14民权运动。宾夕法尼亚州的民权运动是一段漫长而多样的历史。自1600年代后期以来，非裔美国人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州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在170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是最早废除奴隶制的州之一。然而，非裔美国人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不被允许投票、担任公职或担任陪审团。如果他们想出县旅行，他们还必须携带通行证。宾夕法尼亚州的民权运动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真正升温。非裔美国人开始组建组织来帮助争取他们的权利。其中一些组织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宾夕法尼亚州的非裔美国人也开始抗议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性做法。在1960年代后期，宾夕法尼亚州的公民权利运动发生了转变。一些非裔美国人对缓慢的变革步伐感到沮丧，并开始宣导更激进的策略，这导致了民权运动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然而，总体而言，宾夕法尼亚州的民权运动成功的缓慢但肯定地改善了非裔美国人的生活。15. 现代。自1950年代以来，宾夕法尼亚州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国家已经从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经济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制造业下降，而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部门增长。宾夕法尼亚州经历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转移，以及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的影响。今天，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州，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了很多东西。该州拥有众多历史和文化遗址，以及山地、森林和河流形式的自然美景。费城是州首府，是一个繁荣的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文化景观。匹兹堡是另一个主要城市，以其钢铁工业和众多文化景点而闻名。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生活、工作和养家糊口的好地方。该州生活品质高，生活成本低，有很多工作机会，学校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Pennsylvania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6. 经济。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是多元化的，包括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能源等传统部门。宾夕法尼亚州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第6大州，人口第9大州。该州拥有高度多元化的经济，重点关注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能源。宾夕法尼亚州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第6大州，人口第9大州。该州的经济是美国第4大经济体。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高度多样化，重点关注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能源。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各自行业中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大量小企业的所在地，这些小企业是该州经济的支柱。该州的经济高度多样化，重点关注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各自行业中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大量小企业的所在地，这些小企业是该州经济的支柱。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高度多样化，重点关注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能源。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大量小企业的所在地，这些小企业是该州经济的支柱。17. 教育。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学院和大学的所在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宾夕法尼亚州接受一流的教育。宾夕法尼亚州有100多所学院和大学。
一些最著名的学校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州还拥有许多备受尊敬的文理学院，如布林茅尔学院和斯沃斯莫尔学院。无论您正在寻找哪种类型的学校，您都一定会在宾夕法尼亚州找到它。该州在卓越的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其学校以提供一流的教育而闻名。18. 艺术与文化。宾夕法尼亚州拥有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艺术和文化场景。从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和剧院到小型艺术画廊和表演场地，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些东西。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 PAFA 是美国最古老的艺术学校和博物馆。PAFA 成立于1805年，拥有从殖民时代至今的全面美国艺术收藏。博物馆还全年举办各种临时展览。费城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该博物馆收藏了超过22.7万件物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的所在地，跨越了各种时期和风格。博物馆还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各种教育计划和活动。匹兹堡交响乐团是美国最受赞誉的乐团之一。乐团成立于1896年，由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指挥家领导，包括伦纳德·伯恩斯坦、安德烈·普雷文和曼弗雷德·霍内克。乐团在匹兹堡市中心的亨氏表演艺术厅演出。国家剧院艺术中心是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表演艺术综合体。该综合体包括3个剧院、1500个座位的国家剧院、400个座位的福勒高卢市和200个座位的工作室剧院。国家餐厅全年举办各种表演，包括百老汇表演、音乐会和喜剧表演。阿伦敦艺术博物馆是宾夕法尼亚州利哈伊谷地区最大的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成立于1934年，收藏了13000多件物品，跨越了各种时期和风格。博物馆还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各种教育计划、研讨会和活动。19. 体育。宾夕法尼亚州拥有许多职业体育运动员以及各种大学球队。宾夕法尼亚州的职业球队是费城老鹰队 NFL、匹兹堡钢人队 NFL、费城飞人队 NHL、匹兹堡企鹅队 NHL、费城76人队 NBA、匹兹布海盗队 MLB 和费城联盟队 MLS。老鹰队、钢人队和飞人队在该州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这些球队之间的比赛总是备受期待。76人队和企鹅队也很受欢迎，尽管企鹅队更常与匹兹堡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整个州。联盟是该州唯一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自2010年加入联盟以来，他们一直相当成功。宾夕法尼亚州也是许多大学运动队的主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尼塔尼雄狮队是该州最受欢迎的球队，他们参加一级联赛的各种运动。狮子会以其成功的足球和摔跤项目而闻名。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有一个强大的田径专案，许多球队在各种运动中参加一级比赛。该州还有许多3级学校，如格底斯堡学院和摩拉维亚学院，拥有成功的体育专案。20. 今日宾夕法尼亚州。截至201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估计人口为1280万1989。该州的土地面积为46055平方英里，是美国第33大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是哈里斯堡，而最大的城市是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与新泽西州、纽约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接壤。宾夕法尼亚州拥有许多历史和文化遗址。一些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包括费城的自由钟、独立厅和格底斯堡国家战场。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几支职业运动队的主场，包括费城老鹰队 NFL、费城人队 MLB、匹兹堡钢人队 NFL 和匹兹堡企鹅队 NHL。
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是多元化的，包括农业、制造业、医疗保健和旅游业等部门。该州是美国第2大蘑菇生产国，也是玉米、苹果和葡萄的主要生产国。宾夕法尼亚州是几家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好时、PNC 金融服务和康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的气候因该州的地区而异，平均气温从西北部的20多度到东南部的50多度。该州每年平均降水量为44英寸。结论：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为游客提供的很多东西。这本书只是触及了该州所提供的东西的表面，但希望它能让您体验宾夕法尼亚州所提供的东西，并激发您访问这个伟大的州。感谢您的阅读。